这么早啊？我来了，上钟了。哇哦，妹妹，好久没有见了，好久没有见了。对呀，好 international， 哇，国际化起来有没有？紧张死了，我下了好大的决心我才来的。没有撤退可言，来都来了，姐。来了位四川的朋友，都是你熟人那哥，都是熟人。冯旭你不认识吗？我单方面认识。我单人啊。对，经常甩梗啊，甩烂梗啊。我马上给你说个烂梗。你知道来到火星情报局要干嘛吗？要干嘛？要亲亲抱抱举高高。为什么呢？因为火星情报局。这个是有比赛的。今天不用啦，今天我们是 happy ending。听说今天不 PK， 今天大团圆。哎呀，换成友谊赛了，不是对手变成朋友了啊！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火星情报局副局长登场！哎呦，哇！送祝福！哇！哎，我真的想说啊，真的说什么？在地球开会是最烦的。没错，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哎呀，欢迎光临啦，各位！感谢地球友好单位优酷对本季会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高活营养好奶源、地球宝宝超爱喝的美素加尔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爆梗有实力、深睡能量满格的喜临门联合赞助播出。专注流感18年，累计守护亿万家庭。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特约播出。各位，这一季的火星会议呢，终于开到了最后一期了。为了让这次会议开得更加欢乐，这是吃字啊！哎，是不是那个土信子？那个昨天那个蛇年土信，蛇年讲话中间要夹着土信是吧？懂了。好了，为了让这次会议开得更加欢乐，更加喜庆，有病啊！我们特意从地球上寻找到了一束吉祥的光来照耀火星，欢迎我们的蔡国庆老师。欢迎蔡老师！哇，要说犯傻还是蔡老师会犯傻啊，好棒啊！犯傻的神。你们今天其实这个位置啊，是局长的位置，对吧？怎么样呢 ？C 位，他多少年在 C 位了？什么多少年？我一共站了大概3次就。蔡老师完全没看过我们节目哈。对呀，以前是韩哥。怎么想到这么说话的呢？不是，因为我吧从小就上节目什么的，上得多，这种位置吧，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吸引力。站够了嘛？哎，第3排请一下呢。我先这样问问火星人吧。火星人，今天你们同意我坐这个位置吗？同意。必须的啊！今天的服装也非常给我们面子，专门做了这个马戏团的这个风格，对不对？关键那首歌好啊！还有什么？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唱这首歌，我也不懂。好，这节目现在还没开始录呢吧？啊，是。你先展示，你看，就说我这服装吧。哇！真的啊！好可爱哦！要说整个的火星情报局，谁能要得过我？没有。老师，我告诉你啊，你是第一个嘉宾上来，我完全不按我们稿子走的，已经走了差不多20分钟了我这人就是这样的，就逮着一个机会，我就得那个尽情的展示。太棒了！因为你看今天吧，我真的要说一说，我都没想到。其实你们这些男生都比哥哥又年轻又帅，你们怎么穿的这么素啊？
生活是多么多彩呀！这吉祥的光多么多彩！我们是素人是不是？素人。你看比着黑，你黑得过我吗？啊？瞅瞅我这喝着黑皮肤。我输了。蔡老师非常喜欢近距离交流，就比心啊要贴着脸比，给人看裤子要这样看。哎，等一下，蔡老师啊，这里不会还有秋裤吧？哎呀，该过分了。哦，对不起，毕竟岁数大了啊，对，得保暖。其实今天请蔡老师参加我们火星第7季最后一期会议，最后一会议呢，也跟咱们今天的主题是有关的。每一季开录的时候，都有几个会推荐很多我们自己的朋友里面的，觉得特别适合火星的。是的。我是薛之谦推荐我来的。哎，你不是推荐，千万不是，是他们找您的，就是觉得您都好笑。就是你推荐的，要不要拿手机听你当时的留言？就是啊，把微信号也报出来好了。哎，不用了，老师，不用了。哎呦，老师，这是锦囊吗？我的那个手机密电码都在里头。哇！哎，你们想不想听薛之谦怎么盛邀我的？一会儿给你们听啊。薛之谦，你不用紧张。哎，老师，你真的好酷啊！你不用紧张，但是你用这个放手机太酷了。走哪儿都送祝福嘛，中国人过日子，而且来到火星啊，火星什么颜色啊？红的，对不对啊？是的，要红红火火嘛。太棒了！好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自己一直最想请来的火星的好朋友都叫来了。同时呢，既然是好朋友在一起呢，也没必要打打杀杀了，对不对？因为前2期啊，我们那个规则鬼才在执行呢，根本没有人执行。好，我宣布今天的抢拍大战正式停战！哇，太棒了！因为我们的心愿是世界和平。所以今天不是厂牌大战了，是不是？那你没通知0713吗？为什么他们还是整个厂牌坐在这里？对啊，为什么？对呀，没有，我们今天代表个人啊。啊，个人战还是要给我们火星的观众打打招呼嘛，好不好？对，开始来。就这个场合，就是上一次来，就感觉不像录节目，像几个老友的一个聚会。对，加上现场的观众们颜值都好高啊，是吧？哎呦，素质也高啊，所以呢，我们3个能够来到火星是火星的荣幸，不是，是我们的荣幸。实话说出来了，是我们的荣幸啊！希望这个节目常做常有，我们可以常来。大家好，我是 Allen 苏醒。哎，大家好，我是王铮亮。哎，各位火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子弘凡。的第4任义父，王栎鑫。哦，对了，我是他第5任，你是第5任，我是第5任。不是，巧了，我们都是啊，都是义父啊！快了哦，义父情报局。介绍一下啊，欢迎我的好弟弟，优秀的青年歌手，嘴毒心软又爱怼人，但是非常愿意认怂的石凯。哎，Hello，大家好啊！他们是0723，我是0731啊。那个很开心，第一次来到火星啊，来到还有点局促啊，压力老大了。哎呀，欢迎。好，那聊一下我们这边啊，有一位是刘维一直要推荐他来火星，一直没来，今天终于来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一位就是我人生的挚爱。首先在介绍他之前，请给予他最热情的尖叫声。好，是哪一个？就是乐坛最美的美女，她腿上有最亮的美甲，有最黑的皮肤，她就是艺人中人。你摔的也太惨了吧！你刚才你就耍这种老梗，不是，我没有耍老梗，我肿了。最碎的膝盖，没有，因为有个妹妹她说嘉哥是你帮我推的，你怎么想的？哪一条是我最美的美甲吗？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辣妹中的辣妹齐克俊。哇！大家好！这现场辣妹真的太多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没有怎么近距离看过你，但是我不敢相信你这个肤色都这么的漂亮。在黄昏的时候见到你，真的要找很久的哇！我到最后一期来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怕万一哪个梗我没有接住的话，我的智商就会露出来。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接住了几个梗？我一个都没有。我果然还是一个没有用的美女。没事，美就够了，大家对不对？谢谢。嘉哥，上次我们就来了，
聊得非常的开心，对吧？我觉得今天更是一个熟人局，包括对面的好几位弟弟都是看着出道的，所以好开心，又见到大家，太棒了，太棒了！大家玩起来吧，好不好？好嘞，集合这里玩起来。哎，那最后我们的冯喜又在，哇，这事儿，哇，妈呀！不是上一期说我来是因为上期录的还不错，然后我上一期录完了，我觉得这一期我就不应该在这里了。为什么？但因为是这样，因为今天有一位就是朋友，我非常想见。哎，哪一个？就是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好恶心啊！对不起，对不起。哇，这个老套吧？他跟哥比不了啊。为什么？哥整个满场是这样啊，那犯傻，他才对呀。还要不要？太棒了！今天是复古趴，哎，热闹热闹，开心啊！我第一次见有人给人比心的，比完以后还问你还要不要？要不要？再给你。哎，这样我们聊，老师你就一个个去比，就贴着脸比，好不好？比3个钟头。要吗？有比，开玩笑了。老师还说真的吗？真的会去，真的会去。介绍完我们高级特工，我们还有一位中级特工啊，王宇哥。哦，王宇哥。Hello， 我是对中特不离不弃、对高级特工的位置虎视眈眈的演员王宇哥。怎么个虎视眈眈？我们今天最后一期了，我希望下一季的时候我能做到高级特工的位置，有机会。好，努力。然后我今天要说，虽然我是中特，节奏有些慢热，但我今天穿了一身 pink， 希望我的点能被大家 get。谢谢。怎么说？嗨，压一个 PK。It's your show time. Music comes up loud. Music. Battle. 现场就来吗？有，哎，这么突然吗？人家是想升高级特工，你是对局长的位置虎视眈眈的人啊。有我是老师给一个慢一点的 beat 好不好？因为是现场即兴，没有排练过。哎，这个好啊 ，That's right。That's right. What you gonna say right now? Come on. 你的押韵太多，我接不上了，拜托，下一期就再说。希望今天你快乐。真的，即兴到最后一个字竟然不押韵呢？怎么可能？快乐是押在哪里啊？拜托，再说太多。快乐，乐字押在哪里？歌和哦是可以押的。啊，好吧。哎，老薛，虽然你的歌比较火，但是押韵还是交给我。哎呦。好了，谢谢宇哥，谢谢宇哥，开心啊！哎呀，今天最后一期节目了，你别说，咱们一上来就气氛融融啊。虽然今天不是厂牌大战了，但是在现场的每位朋友啊，还是带来一个我发现还是必须需要的，对不对？在会议结束前呢，每位观众都有唯一的一票选择权，你可以投给你最喜欢的特工，然后你今天看看谁的梗是最好笑的，对吧？然后得分呢最高的这位朋友呢，可以得到一份火星定制的神秘大礼。我的天哪！而且这个神秘大礼，我今天已经提前看过，太有创意了。优酷的10%的股份，我的天！哇！哎呀，神经病啊！那先转给我就是不用给他们了。好了。所以说，总而言之，大家要好好加油了。但是在提案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有一些什么东西啊？啊，这是干嘛？你要跟老师先解释一下这个东西。这个是这样的，如果谁讲得好，老师这个中间是空心的，你就整个套他头上套进去。谁讲得好就对，你是奖励，对，好不好？哦，蔡老师真的很认真的在开玩笑的，老师，我还真以为是真的呢。老师你什么都信，垫在下面，垫在他屁股下面，以表示他今天表现得很好。哦，这样放可以这样放，哎，这样放可以。可以啊，蔡老师身体真好。那当然了。好，可以吧？今天最后一期，大家玩得开心一点，就这样放。你看，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直接给你个台阶，下个台阶就结束了。哦，蔡老师，该你下一下了。确实你那个不能那样摆吗？好痛。可以。你想怎么摆怎么摆。老师，你不会在家里面的那个沙发垫都是这么摆的吧？蔡老师，这个不会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台阶不会也要做吧？啊，老师你在干什么？这样可以做啊？不是你还要现在是在拍杂志吗？老师，下一个动作。老师。
要命了，太可爱了！老师，我跟你玩，刚刚开始玩就全是汗，我要命了。所有特工已经介绍完了哈，半个小时过去了，行，来吧，开始录吧。我宣布，火星情报局第7季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开战。等一下，蔡老师，你说的开什么？开始的始说成了战。开战呢？开战，开战，火力全开，太棒了。OK， 好了，第一个提案的那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吉克隽逸啦。你看戏也看够了吧？加油加油！我发现，地球人的心动就在一瞬间。心动就在一瞬间。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我这个故事就是我的心动，其实来自于今天场上的一位男生，一位。你们先不要着急，你先听我讲。是这样的，我有一次坐飞机啊，然后就远远的，然后我就看见他了。首先就是很远，你都会看他走路的姿态非常好。因为其实说实话，如果我不在镜头面前，可能我就是这样。然后很远的时候，我就看到他非常挺拔的在那个登机口这样走。然后好，机场吗？机场非常挺拔，真的那个旗帜顶天地的那种走法。然后他戴了一顶礼帽，哇哦，整个西装非常合身。然后他那个西裤中间那个裤缝，我的妈呀，是滋滋嘞，那种杀到东耳环的那种直就非常讲究，你知道吗？然后穿了一个高领的毛衣。高领的毛衣，对，头都整个淹在里面，那种烟囱型。没有高领毛衣，接着的就是礼帽了，就是整个都是。没有啦，帅的那种感觉。哎，有没有举块牌子说催促登机？催促登机？没有。last call。听我讲完，很重点。哦，然后呢？然后他就穿的高领毛衣是一个姜黄色，是那种口水流在上面都很久。没有，姜黄是非常漂亮的颜色，我觉得是很难驾驭的。它不是那种蠢黄，不是那种笨黄，它是姜黄。等一下，在你的眼中哪一种是蠢黄啊？笨黄是哪种？苏醒衬衫是什么黄？沙黄。没有，我的意思就是它很讲究，是不是像这么好看的颜色？那是最高贵的黄。然后我是一个高兴我就要大笑，我喜欢我就表达出来，我就说出来。我会跑过去，我说老师你好时髦啊！哦。然后他非常的淡定，他什么都没有说，他说。紧接着，他把他那个脚裤鞋一拉，你猜拎起来是什么？是什么？他的袜子和他的衣领是一模一样的姜黄色。哎呀，非常有品味哦。是这样的，它这个其实是一套在里面，直接连腿裤通下去的，整个一起的就是连体的。杨迪，你对优雅过敏。这是秋衣秋裤啊，有病啊！他一套嘛，整套秋衣秋裤了。不是，神经病啊！你们的点就是我为什么？我当时大为震撼，就是因为我们在赶飞机的时候，大家都是为了就是舒服，都穿得乱七八糟的。有时候你甚至上去了，你都不认识这个人是谁。对。但是他去坐飞机都那么的精致，你知道吗？我在这一刻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对生活有品味、非常有要求的人。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哇哦！他是一个很鲜活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要遇到我赶飞机，我像收水瓶子的一样。每次赶飞机反复确认他的身份证，是你吗？而且我感觉我跟老薛接触这么久，都感觉他没有洗过头。不要把感觉2个字去掉，又是没洗。好，就是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就被震撼到了。所以我讲到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吧？那当然啦，必须知道是谁了。杨迪。姜黄色一套，怎么可能是我？老师，请走一遍。哇！你当时的走的那个，原来是蔡老师。老师，你先说今天袜子什么颜色？不是，能够记住这么多细节，我都特别让我感动。你都忘了吧？但是那个袜子的细节，我真的不敢相信那是真的。你当时就是让我闭嘴那种。你说，
然后一抬，让我看一下细节。对，就是他有一种，因为他知道我懂，你知道吗？来，帮我把鞋脱了。真的假的？我要把鞋脱了。赖老师跟我说把鞋脱了，不会那么刺激吧？为什么会这样？好有品味啊！为什么？全身都是大的迷彩袜！哇！让一让！蔡老师上，小一上，来。哇，要不要上链接呀？想不想买？哪里去找这么棒的嘉宾啊！我的天，你不会是个连裤袜吧？秋姑娘，哎，弄没有必要到秋裤了，弄动了。哎，老师怕冷的嘛？你这拉到秋裤像话吗？蔡老师，你为什么不选一条彩色的秋裤呀？没有啊，要有我就不想穿上了。秋裤的款式现在要更新了，秋裤是不是？今天美中不足，你要是拎起来彩色的秋裤，我的天，炸了。然后好，我还有第二次再遇到，还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还是他吗？对，第二次是这样的，我们在同一个录音棚，蔡老师又来了，我们就在闲聊。对，当时聊了 P 哥，哦，对，因为我看了很多的片段，然后感觉蔡老师每天很开心啊，无所谓啊，就是他在节目里就是这样。因为我那个时候参加浪姐的时候，整个是逼疯造烈的，你知道吗？我的妈呀，真的每天都要掐人中，每天都哭。你这个指甲掐人中，整个是掐进去的，整个掐到小舌头啊！你这个是打鼻环了都已经。但是我看到的片段，他都是哎呀，特别高兴，听到我，就这么来的。一定要同手同脚吗？有病啊！然后我就说，我蔡老师在那个节目里面身体不协调。不是，我说你怎么还在停留在那 ？I'm sorry。跟上节奏，跟上节奏。OK。好，然后我就说，好厉害啊！蔡老师你在那个节目怎么样？你辛不辛苦啊？他跟我说了一句话，那一句话又影响了我1年。哇塞！他说。休想折磨我！哇，折磨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就是我无论身处在哪一个地方，无论身处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他不在乎 ，I don't care， 你随便，你外头鸡飞狗跳了。没有我什么事，我照样松弛，我照样在我自己挺开心，没有那种负面的情绪，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活在自己姜黄色的袜子里。所以这是我又对蔡老师又更加喜欢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他内核非常强大。对，好。谢谢，只要时刻不爱你，我才是真的要谢谢你。你也要记住那句话，所有人都要记住那句话。无论你生命当中遇到什么挫折，遇到什么问题，就那句话：休想折磨我。好，我的完事了。谢谢吉克建议的分享，太棒了，你讲的太好了。谢谢，这得给个垫子。哎呀，来俩。蔡老师。你要给它搭颜色搭好哦，颜色要搭好，搭配好，对不对？这个事情一定必须的。谢谢。这个给你个彩的，再踩一踩，非常好，讲得棒。哦，好美哦，谢谢好美哦，谢谢。好的，刘维是不是也在飞机上遇到过蔡国庆老师？我真的遇到过，而且我跟你讲，那一次我跟蔡老师见面，我都没有跟他打招呼。哪里来的胆子？蔡老师完全不知道我在飞机上遇到过他啊！你知道咱们做这行的，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好多人是有人设，就是你录节目一个样，私底下就是另外一个样。但蔡老师真的是私底下和台上一模一样，所以他上飞机的时候就跟他录节目一样。大家好，飞机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国庆。没有，蔡老师上了飞机就。哎，这样上飞机来，保一方平安。天天来的，祝福你，祝你365天天天飞啊！因为我发现蔡老师是通过蔡老师的笑声，蔡老师就是真实的坐在我的旁边。邻座啊，
就这样吗？是吗？啊，对，邻座。然后当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蔡老师也没认出你，那天没认出我，没画眉毛，是不是那天？我是画眉鸟。哎，那有没有可能是他是2005年的时候？你闭嘴吧！薛之谦，你开玩笑。老师，我继续讲啊，继续讲。然后我就挨着蔡老师，你知道吗？我这时候就听到了旁边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真的，我当时一听这个笑声有一点熟，我就往那边定睛一看。我说实话，那一看出蔡老师了，但是我更加确信是因为蔡老师在看自己的视频。他边看，真的，他就在看自己那个脸部做操的视频。搓，越搓越会。他正好在录哥哥，然后他就一边看一边。我刚想说我要不要打招呼的时候，突然间蔡老师把口罩摘下来。宝贝，我又上热搜啦！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要撒半句话，相信你。你更不敢打招呼了。然后我心想说，蔡老师沉浸在这个时候，我还是不要跟他打招呼。然后这时候蔡老师就把自己的视频发给好几个人，发完了之后跟他说：“宝贝，好笑不？”然后蔡老师在飞机起飞前一直在反复看自己这段视频，就说，然后一边看一边发给各种朋友说：“这段全靠我了。”真的。然后飞机起飞了，蔡老师就把口罩戴上睡觉了。飞机刚降落那一刻也不联系车，摘下口罩继续看自己的视频。所以蔡老师的人生格言是：谁都别想来折磨我，对，我来折磨别人。而且你发现一个什么问题？为什么他起飞以后他就不看了？你知道为什么？他还非常不愿意用5G 下载东西，我还不下载。嘿嘿，反复看增加点击率，还得。太好笑了，老师你怎么这么可爱啊？我的那个个性就这么多年哈，我就是特别愿意跟大家一种分享。其实生活当中你会遇到很多压力也好啊，或者说不顺心也好，甚至低谷也好哈，但是你时刻要，没有人可以真正给你带来安慰的，只有自己安慰自己，自己爱自己，自己鼓励自己。所以我看着那段视频，的确说，哥你太棒了。这段就是精彩呀、你瞅瞅这点击量啊，没哥这个不行。你只能就你自己要给自己带去更大的自信，对，能量，对吗？一定非常重要。对，连我下了飞机又反复看这段视频，确实好看。然后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那个热搜吧，我会就截屏。现在阅读量4800万，叠一个。一会儿，哎呦，6500万，叠一个，最后，最后好家伙，将近8000万，叠一个，然后我再把这3张图啪发出去。哇！我说你看看哥这个热搜，你觉得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就是这一期节目播出，你会占几个热搜？我跟你讲，关键词条是什么？蔡国庆空格袜子肯定是上了，优雅啊，优雅。光是想起来都开心了，都开心。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大家所表达的那个瞬间的那种心动和怦然心动，其实是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在人生当中去感悟的。无论谁让你心动，都不如自己要心动。没错，你的心不是死的，你的心是鲜活的，你的心随时可以接受到美好的爱、美好的情感，别人对你的善意。所以你自己要心动，才会让别人有那样的怦然心动的一刻。说得好，那爱自己。谢谢，希望大家在生活中多多拥有心动瞬间，生活休想折磨我。真的。人确实很容易被美好的人和事儿击中。今天我就心动了。你们不都说那个喜临门的床垫好吗？怎么样？我之前还不信，结果今天在卫生间试了一下，这一睡啊真香了。深度好睡眠还得是喜临门床垫。一觉醒来状态拉满，简直就是我薪水好床垫。你说能不心动吗？接下来到了谁呀？嘉哥来一个提案了。
加个军师，我发现，哎呦，只有相信童话，才能讲好童话。这个事情呢，我想讲的就是说，我们长大了以后呢，经常会听到光良唱。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发现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面都是骗人的。所以呢，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小朋友，都愿意去乐园。对，因为小朋友去乐园是寻找童话，觉得好像已经回到了童话世界。大人们去乐园好像就是在寻找童年，对吧？因为毕竟童年的时候才无忧无虑。那我要讲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早年间跟迪士尼合作的一个过程。当时呢，就是香港迪士尼发出了邀请，说他们那年夏季的最重要的宣传活动就放在了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想，哇，太棒了！这个他们的夏季代言人张学友先生也会跟我们一起录节目。哇！然后呢，其实这个过程的录节目倒还好，但是整个跟迪士尼媒介公关的这个沟通，让我体会了这一点，就是你只有相信这个事情，相信的力量，你才会觉得把这个事情才做好。其实我们录节目呢，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主持人们和导演，然后和那个合作方都要对一个台本。那对方派出的这个媒介总监呢，非常有经验，大概叫阿曼达一个这样的人。阿曼达那个时候都叫阿曼达。阿曼达就说，我们对这次录制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大老板和他的女朋友会莅临现场。啊，真的，迪士尼的大老板，迪士尼的大老板和他女朋友会来，我们就几个人说，哇，那怎么样？还要跟外国朋友沟通呢，会不会不方便啊什么的？然后我们的导演就说，那请问他们是谁呢？他说，哦，那就是我们的大老板，就是 Mickey 跟 Minnie，Mickey 跟 Minnie。对，真的，是不是大家就笑？然后阿曼达说，为啥笑？阿曼达姓蔡是不是？阿曼达姓蔡。你们为什么要笑？相信的力量。对，他说迪士尼的大老板就是 Mickey 跟 Minnie。还有一众卡通人物都是我们的老板，因为他们创造了我们这个就是很童年的、很天真的世界，这是我们的宗旨，所以我们就突然一下就说，哎呦，不该笑。好，然后 Mickey 跟 Minnie 出来，为了大家方便站位，那肯定就是大家手拉手 ，Mickey 在这边 ，Minnie 在这边，何老师在中间，然后再牵着我们其他主持人的手。突然阿曼达就说不可以，我否认这个提案。为什么？大家又惊愕了。Mickey 跟 Minnie 永远在一起，又在一起哦，不能分开，不能分开，他们一定要手牵手。哎呀，我天哪！这个时候我们说还有谁互动啊？我们会请到白雪公主来互动。哦，好可爱！我们就说那可以啊。那我们当时的节目最重要的就是说，除了他们给我们一些他们的一些宣传，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中国的文化也宣传一下，对吧？我们就说那我们就请白雪公主唱花鼓戏，好吗？因为那时候最擅长的就是什么？对啊，流量我这里叫花鼓。阿曼达会怎么说呢？哦，不可以！白雪公主，她怎么会唱这个戏？对，白雪公主的气质，就像蔡老师，对呀，对，那么优雅，然后她都是每一个动作都设计好的。我建议不要。然后我们的导演就说：“那不行，我们有我们的坚持。他们给我们文化输出，我们也必须告诉他们，我们也有文化输出。”然后流程就蕊到了差不多一出来，白雪公主会跟那个张学友先生他们两个人就挽着手出来，张学友就开始问好。流程进行到如此的时候，何老师说：“我来唱吧。”白雪公主，我向你表白，我准备了一段湖南地方花鼓戏，补锅，就拉着她。哎呀，这个动作叫手拉风下，我就看到白雪公主也是犹豫了一下，哦，这是什么？然后就跟着一起，真的假的？对，然后就是张学友也一起，因为台上所有的人都一起，白雪公主也不好拒绝，是什么的。阿曼达就在上边，然后突然呢，阿曼达就说：“哎，白雪公主，你先休息。”我说：“哎，怎么录制突然被通知停掉？白雪公主要下去了。”
阿曼达是跟各位解释一下啊，因为白雪公主她人物是有特点的，她不能跟异性待太久因为她有她自己的人设，她只能跟7个小矮人待得很久。我们就说我们还不够矮吗？阿曼达认真的回复了，你们够矮，但是不够7个人。My God！ 但是你会觉得这个童话它是童话存在了，好认真了，很有信念感。对，很有信念感。然后我们要去小世界了，他们安排的非常好。他们就是乐园，如果这个点到那个点就要穿梭很久，但是他们从那个员工通道走就很方便。我们就从一个员工通道就进来的时候，就偶遇了白雪公主她就在那坐着休息，对，她就在那休息。那时候她已经不是白雪公主了，那时候她已经不是这样了哈。对，她还在排练，刚刚那个还是可爱。她在干嘛？她真的在干嘛？哎呀！哎呀！哎呦！My God！ 真的假的？阿曼达就说：“求你们忘了这一切，消除你们的记忆，删除，删除。” Oh my Jesus！ 我问一下啊，那个优酷的法务干不干得过迪士尼的法务？问一下，好恐怖的，现在吓人的。后期处理一下，后期处理。事情过了这么多年，我真的无法印证说我究竟看到的是不是这个画面，但是一定是阿曼达说了要删除这个记忆，那白雪公主一定是做了一个我们要删除的一个记忆，对吧？她有可能在打扑克，可以交版权费，也得删除。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如果被抓进去了。我如果被抓进去了，你们得保我。哎呀，真的讲了这么多，热死我了，我好紧张讲得好。从这一次工作，我就觉得，其实交给我们，你要不相信这个事情，真的是，你怎么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Amanda 就是很好的一个典型，对，而且每一个员工也是这样，他们就是愿意相信童话存在，才能够让圈起来的这个乐园叫做童话。所以请你们每个人都相信童话，然后才能够拥有一方心灵的净土。今天其实嘉哥讲了一些迪士尼员工的一些他们看到他们需要忘掉一些画面，其实不会影响我们对迪士尼的判断，因为迪士尼真的是一个营造快乐、营造美好的一个地方。因为我本身就特别喜欢去迪士尼玩，有的时候就没什么工作的时候都会去迪士尼里面感受，而且它真的把整个氛围营造成跟现实世界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是我们进入了员工通道，不是他们的问题。你们进入了现实世界，其实还没有在童话世界里。因为我们进入了就是工作世界。说得好哇！但是我确实觉得迪士尼这么做是对的，因为就是大家可能看过那个《冰雪奇缘》哈，你们都看过吗？看过。《冰雪奇缘》的第一部里面的雪宝是我唱的，真的。我们看的英文版。不。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 nobody 然后我是竞选上的，你知道门外排了好多个雪宝，大家都在门口练，热的和冷的是那么刺激，要放在一起合情合理，每一个人都在练。然后我当时就是在那个众目睽睽之下竞选上了这个雪宝的角色，但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是，我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认识我。然后后来呢，我就参加了火星。然后在火星上，大家也非常了解我了，就什么经常什么女团舞啊，什么就开始讲笑话啦，然后大家渐渐都喜欢我了，说刘维。然后后来《冰雪奇缘》第2季就开始了，我那时候就想说，雪宝又来了，我都这么红了，他更得找我了吧？后来我就当时就跟上一次找我的人，我就说，那个我看到第2季已经开始了我已经把档期留出来了，我想要这一次更好的演绎雪宝的这个角色。结果
然后结果他们跟我说，不好意思，刘先生，这次不能是你了，我都这么红了，他更得找我了吧？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没有，就是他们很严谨，理解。因为现在全世界可能只要看火星的人都知道我是。对，因为雪宝没有那个气质的。对，雪宝是可爱，是吧？雪宝是可爱的。对，所以后来第2季就把我换掉了。他们要还原成他们本身角色的啊，对，他们就不能带自己任何的特点在里面。对，他要找到一个在人世间容易融化的人才可以哦。对，在热天的我很容易融化。但是我觉得他们做的是对的。你是怕他们听雪宝唱歌联想到你？对，就是怕他们在听雪宝唱歌的时候，突然以为那个雪宝会 Queen 卡，那他，这可能会让人家联想，所以我就放弃了。好了。所以我觉得人生最大的成功就是回归童心，才是人生最大的凯旋。好。小时候最愚蠢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快点长大，太愚蠢。但是还是要保持那个童心，多好的一件事。对，我一直都相信铠甲勇士真的存在。哎，那得给嘉哥得给垫子，我得给嘉，必须得给了。给，来，嘉哥这样垫3个了吧？妈呀，显得更像小矮人了。哎，这是有史以来我们录节目最多的一次垫子。哇！哎呀！嘉哥没事，完全不挡后面。接下来是谁提案啦？是我，就是我。好，恭喜！恭喜，真喜庆。对，要开心，要相信。啊，好。我发现，考古自己才是勇敢者的游戏。哦，有种不祥的预感。因为我出生于就是千禧年了，然后呢，那个年代的童年记忆啊。就简单来说，黑历史都是高清的。不信请看。什么东西？大家欢迎河马哇！哎，这个好可爱哦。分享。哎呦我的天哪！哎呀我的天哪！像薛之谦在跳舞。难以忘记初次见你。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哎，你很羡慕他们的小时候。哎，我跟他也是很羡慕。我们没有，我们小时候没有这种视频的，能有点照片都不错了。对啊，我们就有个黑白照片啊。哎，黑白，我们不是黑白，我们是黑白啊，你们彩色了。我们彩色。蔡国庆老师小时候，要是别说这种片段了，小时候有些都是画别人让他画出来的。说到这个，就是想说，讲到考古这个词，我觉得在座的有非常多的老师，我就知道有这一趴。有非常多的考古资料是可以被看到的，正片来了哈。对，然后接下来呢是这样，希望大家给我一个机会。哎，什么意思啊？你们看过吧海选的视频？所有的海选视频是最精彩的、最无聊的。我也有一段，看过。电话。无数迷人的眼睛。Sorry。It's my fault。是谁 ？Yeah，sorry。请讲，来讲。喂，我在讲什么？喂，我正在面试。真的好扯。我小的时候超级羡慕，我觉得能够在海选现场主持的主持人，都是见证过好多名场面的主持人，所以我这次就想圆一个梦嘛，然后我就想说，大家一起到07年，我们一起来重回那次海选现场看一下。现在顺时针转动，给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来到2007年快乐男声的海选现场，一起牛津入味啦！哇！我最想要。欢迎进入快乐男声。欢迎，这里是2007年快乐男声的海选现场，大家看到我们现在非常热闹，是不是？哇！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快乐男生的海选现场来了这么多女生，但是没有关系。来，镜头跟我来这边。哎，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位选手，哇，气质超群哎。哇哦！哎，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几号，来自哪里？大家好，我就是来自西安本地啊，我叫苏醒 Allen， 很开心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哇，哎，刚刚你表演完，我看有评委说你就是长了明星脸，但是就是唱歌的时候好像有点冷漠哎。他有一张明星脸。对，
你的感觉还不错，然后你嗓子也还有，另外你长相你长相又特别讨杨二老师的喜欢。是的。但是呢，我觉得你的问题呢，你唱歌那个味道不够。那个评委对我的家庭条件一无所知。好的，谢谢，让我们谢谢这位西安首富。这位选手，你刚刚是不是有抱着一台琴来到现场哈？对，自弹自唱。因为有琴的话，你显得你非常有情感。哎，大家好，我是030770号王铮亮。王铮亮哈，我刚刚看你表演完了之后啊，评委有问你3个问题，你是怎么回答的？你还记得吗？哇哦，我是怎么说的呢？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回忆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从哪儿来？我觉得我天生就是属于音乐的，我从音乐的世界。那你是谁？天哪，亮哥，哪个是亮哥啊？哪个是亮哥啊？对不起，哪个是亮哥？哦，是这个吗？你要到哪儿去？我要到音乐的最高点去。哎呀，到音乐的最高点去，那说的好中二啊！我天哪，太中二了，好中二。真的哎，但如果现在2025年的话，你来回答这3个问题，你会怎么讲？你是谁？哦，那我还是我自己哦。大家好，我是030770号，还是那个王铮亮。你从哪里来？我从2007年带着音乐的梦想来。那你要到哪里去呢？我到哪里去不重要，关键是我现在 on the road to， 珍惜此刻我们拥有的一切。哇！我们祝他成功，好不好？哇哦，谢谢。这边，对，在哭泣，哇，怎么了？怎么回事？我坐了14个小时的火车从长安过来的。好还原哎，是我那年采访的你吗？你就在这，就是你采访的我，真的假的？首先参加长沙赛区，然后在那边淘汰过来的，没有进50。那边没有进，对吧？对。所以你自己又主动到这边来。对，我昨天赶过来的，搭火车。你常德的，我们现在是广州赛区，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因为我在长沙被淘汰的，然后在那里广州，然后我妈妈还借我1000块钱在段子里面的。没关系，不要哭啊！我跟你说，你相不相信我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什么能力？我觉得你会认识未来长沙赛区的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路虎。老夫，是一台车吧？啊，这个人我知道了，这个人就是转动我们命运齿轮的那个人。那如果让你跟他比较的话，你觉得谁唱歌比较厉害？那肯定是我。很有个性，谢谢你哦！希望你越战越勇，然后期待在决赛舞台上看到你，好不好？好的，谢谢你。我们再看一下这边哈。这位应该你还没有到年纪吧？算了，这边。干什么了？真的是个瞎子，还没写完了我。哎呀，哇！可以采访一下你吗？可以呀。你好，这里是快乐男生海选，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是过来干什么？选男朋友。选什么？选男朋友。找男朋友。那你有看到吗？我们刚刚选了那么多的选手，你觉得哪一个比较符合你的标准？我个人比较喜欢红头发那个。红头发那个。欢迎来到《非诚勿扰》啊！我觉得这个男生一看就非常有冠军相啊！你冠军吗？你是？借你吉言，希望他下次最后得亚军，好不好？嘉哥，你在这里！你好，哇，好吓人哦！哇，嘉哥是这样的，因为经常知道嘛，刚刚那个哭泣的少年说是你采访了他嘛，那我听说你在后台有壁咚他，这是怎么回事？我想问一下，我明明是这个赛区的外景主持人，请问你是谁啊？他抢过来。你从哪里来的，请回哪里去好吗？确实，那个王栎鑫那个采访，我是自己也有在考古上面发现了，因为王栎鑫不想让别人看到他激动的哭了，所以他一直要逃离那个现场。我希望留他下来，我就一直怼着那个墙，他不可能从我腋下钻过去的。你觉得在这边，有没有想到会直接拿到？没有想到。
后面网友就说维嘉哥好敬业啊，为了完成这个采访，宁愿壁咚王栎鑫，也要把这个采访完成下去。可以这样的。辛苦了，嘉哥，谢谢你。对，但是真的那一年认识这群朋友真的很开心，而且看到他们越来越好，更为你们感到骄傲。谢谢哥，谢谢哥，谢谢哥，谢谢哥。谢谢嘉哥。哇，果然话筒还是要在自己手上才比较有安全感哈。难以忘记初次见你。这里发现。来，稍一等，这选手们，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打扰了。我有更好的。是什么呢？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吗？我的情人，我的心，我的灵魂，给一个人。谢谢你的表演很用心。你好。大家好，我是羌族小夏，羌族小夏。我带来一段我的那个即兴创作。不要抢麦，这个选手。想告诉你们。我在参加快乐男生，请你们多多指教。骰子进他嘴巴里了，有病！谢谢。好，谢谢各位，我们今天的外景采访就到这里了。想要知道202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不要走开，举起你的右手往前伸，让我们再一次逆时针滑动，一起期待美好的未来吧！好棒的主持啊！我做到了，他很有信念呢，自信，没得死。好完整的一段，一瞬间让我们回到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冯喜，给他一个垫子，我决定啊！哇，我最后一期终于拿到垫子了，来，谢谢宣布局，谢谢，来喽！谢谢蔡老师，谢谢，好棒！哇！我相信很多朋友在网上都有很多片段，其实很有意思。包括蔡老师有一段，我经常看，常看常新。什么？谢谢你的夸赞，你的夸赞让我兴奋激动。谢谢你的夸赞，你的夸赞让我兴奋激动。你的说唱实在是棒啊，棒，我无话可说。蔡老师，你那个时候 freestyle 你就是随便就来了哈，我感觉你很擅长这个，但是又。干什么？不是，我也没想到那个选手直接从台上都冲下来了，直接把麦克风就给我了。你这是什么都敢赢哈？啊，我好想听。快老师，你来说一说，来到火星情报局是什么感受？今天来到火星情报局，看到了一群我的好兄弟，他们个个都是棒棒的，我要给他们发送到火星上去，坐着马斯克的火箭去，每个人给他们发一个快字，他们飞得再高也可以给加回来，什么？加回来，而且是快字。为什么？哎呀，我真的 get 不到了！哎呀，太好笑了，老师你太好笑了，我要疯了吧！所以我觉得这种考古的这种东西，其实的确是带给你很多的一种回忆吧，也是开心啊，快乐。是，说到考古，有一个值得深究的品牌，就是美素佳儿，在荷兰乳制品行业被授予皇家称号，有150多年的历史。世世代代的奶农为了高品质的好奶，不用激素，鲜草放牧，不催牛产奶，不追求奶量，所以才有高活营养的好奶源，富含天然活性乳脂因子群、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美素佳儿这样花时间沉淀出来的高活营养好奶源，地球宝宝超爱喝。我们的苏醒哟，我发现。每个地球人都需要拥有一份 say no 的清单。说到这个清单啊，大家平常都习惯于什么人生的体验清单、幸福清单、心愿清单、旅行清单，有没有？这个酷爱旅行的朋友，哎，
但是今天醒哥说一个 say no 清单，就是把你们每一个人不想做的事情放在清单上，并且去执行它。这个好，不想做就不做，这个好不好？那么我的第一条 say no 清单就是不拍 VCR。VCR 在我们这个行业内部啊，在圈内找艺人录 VCR 是个很微妙的事情，咖太大不好找，因为你不好跟人开口，不好意思，对吧？或是说你找不到，就你不认识，得通过层层的关系找到一些大咖，比如说老薛。你千万别了，你找我就是一个微信啊，打字。我俩有微信那么多年了，我没有一次让他帮我录过什么 VCR。那还真是，是不是？真是。甚至有一些什么那些演出商啊，就很没有眼力劲儿。哎，苏醒，帮我问一下薛之谦的价格，我直接帮你挡掉。我说我只有他的1/2来找我，好不好？你已经涨价了，已经涨价了，居然有1/2，以前是1/3，就是反正大咖不好找嘛，对吧？那小咖其实也不好找，为什么呢？因为说实话，小咖知名度一般，你找他录跟没录一样。我也没有找过，不是，你往哪看呢？手往哪边摆？所以像我们啊这种啊，我们是什么？像我们这种啊。什么性质呢？就是你找也找得到，哎，还好说话，哎，然后呢又有那么点小用，算有那么点知名度的艺人，最适合录 VCR。我们不是大咖，不是脚咖，我们是常年给各种人录各种 VCR 的 V 咖。V 咖，艺人这个词在国外叫 artist， 我们是 VC artist。VC artist， 哎，有点意思啊。有时候经常有些朋友找来，我就想拒绝，但是找不到理由。就很多时候，你说你跟家人朋友在一起啊，不修边幅，甚至蓬头垢面，对吧？你正吃饭逛街呢，突然发我一个微信，哎，老苏很紧急，赶紧录个 VCR。但是我真的是那个时候不好录嘛，然后他来一句很厉害的，没事哥们儿，你拿手机随便录就很帅。我是希望得到一些认可的，这个时候。对不起，给慢了，对不起。哎，你说这个话就让人很无语，对吧？我手机随便一录，哎，你交差了，我呢这个又丑又矬的，在哪个不知道名字的门店面前，对呀，他的屏幕上反复滚动的播放，对呀。我之前就帮一个朋友录了 VCR， 录完之后呢，他未经过我的同意，擅自加了个 logo。啊 ，logo， 哎，而且我就想问一下这些工作人员，你在加 logo 的时候，能不能考量一下艺人的气质跟品牌的调性是否适配？就这样的 logo 加在我头上，真的合适吗？各位，请看一下屏幕。Is this true？ 其实前面2个字还能理解，但会真的太多了，对他来说。美胸会，你看这个英文 Beautiful Breast Club， 怎么念都不好听，那跟我不适合，对不对？这也是我很苦恼的地方，怎么办？为了找到一个能不耽误事情又不消耗人情的方式，那咱们一劳永逸啊，来都来了，在这边我录一句，有需要我录 VCR 的朋友，以后根据这一句话进行剪辑，各取所需。来，给我一个机会，谢谢。这样都能行啊？Hello， 我是 Alan 苏醒，祝你学习进步，事业有成，新婚快乐，早生贵子，开业大吉，新片大卖，2025天天开心。他这个录这 ID 吧还好，就别人提前给你打招呼。最可怕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直接拿手机给你视频。有，他那视频就来了，你一接，哎呀，蔡国庆啊，快看呀、维嘉大哥在这儿啊，你认识吧？是，哎呀，在这，快点，你也给他们。是哈，新年快乐。蔡老师，今天我这个事儿刚发生了一次。今天，因为今天蔡老师来了，我去给他那个化妆间打招呼嘛，我一进去。欢迎蔡老师来到火星情报局，蔡老师直接拉我去视频。杨迪，来，嫂子给嫂子打个招呼，这是庆宝。蔡老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呀，蔡老师。我还这样拒绝，欢迎蔡老师来到嫂子。他来的太是时候了，我当时太是时候了，正好我在跟我的老二庆宝在视频，你就蹦着进来了。我说庆宝，快看你喜欢的杨迪哥哥来了，来，就整个莫名其妙在那儿。这不赖我，这不赖，闯入镜头，误闯不算，你误闯，逐渐闯入镜头，想出镜。继续。好了，第2条我的这个 say no 清单啊是不借钱。先要说一下这个网上之前对我有一些谣言。
什么人？这个谣言造成很多网友对我的认知有一些误区。怎么样？就觉得我很有钱。其实事实是这样的，其实是比谣言还要有。不，为什么要造呢？这个谣言就是事实啊。说实话，借钱啊，也是找一些比较有钱的艺人朋友借钱，好吧？不要找我，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不是哭穷，而是实际情况，也就是这2年有一些工作，大家都看到，对不对？之前的10几年他没什么工作，所以这2年赚的一些钱是填了之前的坑，加上还有这个家庭要照顾，公司团队要经营。还有一些宣传呐、投资啊，需要很大的花销。内娱最困难的啊，就是这种3线，说高了是吧？4、5线到18线的艺人们赚的不多，开销不少。你跟哥说呀，关键的时候你跟哥说啊。哦，哎呦，直接跟哥说，哥给你365个福袋里边都装着满满的祝福啊！谢谢哥，谢谢哥，祝福弟弟就省下了哈，莫名其妙。话说回来啊，如果一定要借钱的话，我有2个个人的条件：第一，要有交情，交情够深；第2，要有偿还能力，而且2个条件得同时具备。如果没有交情的话，你不如去投资，好吧？你是要他就是还得出来的话，是当场还得出来是吧？那倒不是，借给我以后马上就还给你。那不是，那不是。那如果说有交情，但是呢没有偿还条件的话，那就不要说借，你就是送。那这个性质就变了，因为是送的话。可能我送了你之后，我们的交情就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哎呀，这么说也是。总而言之呢，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可以活得更洒脱，就是信哥所希望看到的，也可以给自己列出一份人生的 say no list。最后呢，送大家28个字：人生漫漫皆辛苦。哎呦，自己最该被呵护。哦耶！上厕所时才脱裤，没啥必要就说不。谢谢。上厕所时就脱裤，跟这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借钱的这个事儿，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你借的不是钱，人家给你的也不是钱，给的是你他的真心的信任啊，是这样子，那个比钱要重100倍。所以还有一点，听我讲，出来了。如果说蔡老师在那讲不了话，蔡老师贴着讲，蔡老师他的你要这样贴着讲，坐腿上讲。借你钱不还的人，你放心，他未来一定不会有好下场。我没想到蔡老师走过去是一段诅咒，这么语重心长的来了一段这么狠的诅咒，因为所有的人自己挣的那个钱都是努力换来的。是的，是的。你像苏醒他们0713兄弟，他们努力到什么份上啊？他们努力到无能为力了，还使劲努力了。也没有吧，也没有那么努力。蔡老师，蔡老师，不要再诅咒了。什么诅咒？您在说什么？蔡老师，我想问你，有人问你借过钱吗？有人问你借钱，你就给你送祝福。我跟你讲，有一次我有一个事情，我记得真的好笑要死。有位朋友拖过来，就是你们的路虎虎子，这超级好笑这些。路虎也是好心帮别人忙。有一个人他说，哎，学，跟你说个事啊，我朋友是做耳返的，然后呢，做的上面质量好，给你一副。我说，哎，我不用，我说我今天要些我自己什么品牌，我自己也很了解了，我听惯了，不用了，谢谢啊。没事的，朋友给你的，没关系的，你就当给我个面子，不好拒绝。我说好，那就拿一副过来我试试吧，好不好？拆开了以后打开以后就想用一下，一听以后，哎。就表面看上去不错，听起来还是也是一般的，就是也没有好到什么程度。结果过一阵子哈，大概1、2个月，你知道他打个电话来干嘛吗？干嘛？哎呀，薛老师啊，是这样的，那副耳机啊，你如果平时不太用的话啊，是不是没用？我说对，麻烦你还回来。有病啊！我本来就不想要嘛。你懂这种意思吧？但是我肯定不可能不还的。我说我找一找，后来找好，我真的是找了好半天。后来我就忘了我到底是赔了钱了呢，还是没找到，不知道，还是把那个耳机还回去了，就这件不知道。但是后来我就很害怕，谁给我寄什么都不行，我只收那种就是比如说，哎，大闸蟹今天晚上吸掉了，他要不回去了我就收啊。害怕了嘛？遇到这种事情真的很尴尬，就是那朋友托朋友，这不是虎子的事情。说到这个啊。有一次我出行跟我的朋友一起在地铁上面，然后呢他就看见一个美女，他就是那种很害羞的男孩子，他说兄弟，
帮我要个微信。哦，让你去要。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就是已经是艺人了，不，有一定的知名度了，就是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了。懂了，那很尴尬了我。对，我其实很想拒绝，他一句话给我杀死。他说：“怎么参加节目飘了？不帮兄弟要了？”你变了，对了，他会说。对，然后我就去了，我说美女，我说我那个兄弟啊，你上手直接上手，美女，我没有，我说我那个兄弟，他那个比较害羞，他不好意思要你微信，你可不可以加个微信？他看了我一眼，他是被嫌弃了。对，他觉得我是变态一样，因为我戴个口罩，戴个帽子，是有点像。后来就没有要到，然后他就走了以后，就再也我就说以后这种事别再也别搞，别找我。哎，你走过去说美女要录 VCR 吗？大家好，我是石凯，来你加个微信，我回传给你，这样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哎呀，对，这招很厉害。业务哈，用业务的方式。60后的哥哥真的想问问现在的就是你们那个女孩子，真的如果说有男生要这么样用这种形式来跟你们要微信，你们会加吗？不会。老师不一定的，很有可能他们在骗你，对吧？那手机呢？我手机在这儿。来，你们都说我要加微信不行，都不要给是吧？那我觉得，哥加微信，加我微信，加我微信，加我微信。蔡老师，这我的手机，蔡老师。我还以为我的那个。你的在这儿，里面我开了2个。蔡老师2个手机，你们加哪个？不过借着石凯这个话，我真的想说，其实今天我特别高兴，就是你们敢于对这种事情真的说 no。这种事情，反面教材。关我什么事啊？我也受害者。是你该对你哥们儿说 no， 但是那个女生对你说了 no 也是对的。这种事情 no。无论中国的社会怎么变，你们的交往方式怎么变，随便加微信的这个事一定要敢于说 no。是的，好好的保护自己非常重要啊。好。这我觉得这个提议都非常有共鸣啊，还是要给苏醒加个垫子。我加垫子。苏醒，你自己知道做法了吧？谢谢薛局长，请让我们的老大满意啊！对对，按照那个姿势啊，来。说实话，哥哥，就是同样的做法，咱俩可能不是一个感受，我还是好好做吧。开玩笑，他脚不落地，他坐上。谁脚不落地？你往后坐坐，哥，你往后坐坐。往后坐，我的脚也是可以落。疼痛了。哎呀，我们的蔡老师又给你一个，来，请坐。好，哎，不是一个就可以了吗？可以这样上脚踩上去，脚还挨得到吗？飘了，我飘了，人在高处的感觉真好。选择不做什么，其实有时候比选择做什么更困难。对的。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都可以像苏醒一样列出一个自己的清单，选择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勇敢 say no， 好不好？对，勇敢的 say no。说到 say no 清单，美苏加儿也有一份 say no 的清单，就是不用激素，不用人工化肥，不催牛产奶，不定产奶 KPI， 奶牛2255天超长自然放牧，吃的是天然生长28天15厘米高的黑麦草。哇，比我吃的都好。美苏加儿的牛牛生活的是如此的幸福，只为能产出天然蕴含活性乳脂因子群、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的高品质好奶。好嘞，同学们，哎，好的，那目前的体验呢已经过半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好不好？大家 OK。